第161章，倒立的陵寝。莫尔斯小镇的建筑大多遵循着100年前的风格，最显眼的那栋就是尖顶的黑色的教堂。弄好马车，克莱恩等人飞快解决掉了面包、吐司、培根、奶油和咖啡组成的午餐。在封印物3到782分的净化下，我们还能支撑2个小时35分钟。科恩黎站在教堂门口，从燕尾服正装的内侧口袋里掏出金克怀表，按开看了一眼，道：我建议先处理那几起疑似闹鬼的事件，避免可能发生的恶化，然后才回到教堂，轮流看守，恢复状态。正常情况下，接近极限状态的序列9、序列8和序列7非凡者得远离变异的太阳圣辉2个小时才能彻底恢复，但如果没到极限，或者说只想恢复部分，那就是情况而定，最少1个小时。好的，我没有意见。克莱恩和伦纳德同时开口道。那我们先处理哪一起事件？科恩黎征询着同伴的意见。伦纳德收起吊儿郎当的姿态道：独居老者听见房屋内有沉重脚步声回荡的那起，为什么？科恩黎下意识反问其理由，克莱恩也饶有兴趣的等待着某个家伙解释。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诗人直觉？他悄然黑了对方一句。伦纳德的目光从个头不高的科恩黎脸上移到了克莱恩面部，然后又移了回去，轻笑一声道：因为那里距离教堂最近。你怎么知道的？资料上没有写啊。克莱恩脱口问道。伦纳德嘿嘿一笑道：用餐途中，我不是去了盥洗室吗？回来的路上遇见了一位见习牧师，随口聊了几句，他告诉我诺阿的家就在教堂附近。诺阿就是那位独居老者的名字，不愧是3年以上的职业者，做任务很熟练嘛。克莱恩干笑一声，侧头对科恩黎道：那我们就先去诺阿的家。好的。科恩黎对此没有任何意见。而仅仅1分钟后，他们就抵达了诺阿的家。诺阿是位头发斑白而稀疏的老者，他年轻那会在一场战争里永远的失去了自己的左手，不得不离开军队，拿着补偿回到家乡。此时他打开房门，看了看面前3位陌生人，又望了眼匆忙从教堂赶过来的斯艾尔，沙哑着嗓音道：进来吧，希望你们能解决我的问题。我听说你们带来了圣水、圣灰、银笔和大蒜，这真是非常棒，我放心了不少。请原谅我的啰嗦，你们要理解一位上了年纪的人连续2晚都无法安然入睡后的状态。哦，女神啊，我一直承担着害怕，精神都变得恍惚。刚入大门，伦纳德突然挺直了腰背，目光宛若实质的审视起四周。紧跟着，克莱恩才感觉到房间内徘徊的阴冷气息，那是鬼魂曾经在这里活动所残留的痕迹。确实有不洁的生物来过。科恩黎最后一个发现这里的状况，压低嗓音说道。很弱小。伦纳德收回目光，悠然开口：午夜诗人在教会记载的所有序列8里都能算灵感较高的职业。是的。克莱恩感觉到封印物30782自然散发的温暖和纯净正在飞快消融着那些阴冷的气息，而对方毫无抵抗力。就在这时，等了好一会儿的镇民们纷纷聚到诺阿家，用一双双又好奇又期待的目光注视着克莱恩、伦纳德和科恩黎。嗨，伦纳德清了清喉咙，朗声说道：我们有女神的庇佑，那些不洁的生物很快就将消失，不会造成任何麻烦。说完，他用目光示意克莱恩给大家表演净化仪式。为什么是我？克莱恩用眼神反问道。当然，他也不知道伦纳德能不能看懂自己的眼神。很显然，伦纳德领会了他的意思，压低嗓音道：你是专业人士，在仪式方面好吧？谁叫我主动申请来帮忙呢？克莱恩整理了下衣物，从伦纳德那里接过了圣水、圣灰、银笔和大蒜。他先将黑暗圣灰戴在胸前，接着掰开大蒜，一半一半的丢向各个角落。咦，驱除鬼魂的时候，大蒜是这样使用的吗？和报纸上的描述不一样啊，这能有用吗？围观的镇民们瞬间议论纷纷，又好奇又兴奋，就像到马戏团游玩一样。没有用，我就随便做个样子。克莱恩忽然有种自己成为了小丑的感觉，连忙半闭起眼睛，用银笔挑出圣水，洒向地面。他一边洒，一边绕着房屋行走，嘴里念念有词：黑夜女神，隐秘之母，绯红之主，恶难与恐惧的女皇，安眠和寂静的领主。这标准的神棍范立刻镇住了全场，镇民们相继安静了下来。而人一进入安静的状态，很容易就能察觉到之前忽视的东西，很温暖的感觉，就像在晒太阳。不，我仿佛看见了纯净的天空，真是神奇啊！这就是圣水的作用吗？
不愧是圣塞琳娜教堂派来的教士，赞美女神！镇民们小声的讨论着，望向克莱恩、伦纳德和科恩黎的目光渐渐充满敬畏。房主诺阿则明显放松了下来，对事情能否解决再无疑问。这都是封印物30782产生的效果。我们驱除鬼魂其实什么都不用做，在原地待1分钟就够了，不用很累很麻烦。克莱恩将房屋各处的阴冷气息净化完毕后，睁开双眼，收起银笔，严肃而认真的在胸口画出绯红之月。赞美女神，赞美女神！镇民们虔诚的回应着。接下来还有些事情得处理，但我们需要绝对的安静。伦纳德环视一圈，微笑开口道。见识了什么叫专业的镇民们没敢强行逗留，在斯艾尔教士的招呼下，潮水般退出了诺阿的家，就连这栋房屋的主人也不得不暂时离开。其实我很想立刻睡一觉，诺阿嘟囔着走向教堂。伦纳德迈步伸手合拢大门，转头对克莱恩道：你占卜一下事件的起因。没问题。克莱恩也想试一试能借此占卜出什么。我知道是阿兹克先生做的，但他的位格似乎不低，能活1300-400年的人位格肯定不会太低，所以我的占卜必然会受到影响。这种情况下，没有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帮忙的我，连自己都不清楚能得到什么启示。克莱恩拿出随身携带的纸笔，写下了占卜语句。诺阿家闹鬼事件的起因。他拿着那张纸，走到圆桌旁，坐了下来，闭上眼睛后靠住椅背。迷离朦胧的世界里，克莱恩突地看见了一座黑色的陵寝，它与金字塔类似，但却倒立着嵌入了地面，近乎被埋葬。而这古老的陵寝里面，浓郁的黑雾遮掩了一切。克莱恩豁然苏醒，睁开了双眼。有什么发现？科恩黎关切地问道。克莱恩想了想，没有隐瞒的将梦中获得的启示详细描述了一遍，末了道：这肯定不是北大陆的陵寝风格，我是指第5纪元，在这方面我勉强算是专家。伦纳德仿佛在思考般点了点头道：那是南大陆的到金字塔，意味着从人间进入冥界，而无论在曾经的拜朗帝国，还是他的分支高地王国等地方，只有所谓的死神后裔才能为自己修建这样的陵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就是死神的象征。鬼魂肯定会与死神有关。这占卜结果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没去理睬伦纳德的嘲笑，克莱恩怔出神，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想法。难道阿兹克先生是死神的后裔，或者说他能获得这么漫长的生命，是因为与死神进行了某种交易？根据夜之启示录相应篇章和之业者的内部资料记载，死神是邪恶的神灵，曾经在第4纪尾声与北大陆掀起过一场浩劫，那段时光被称为苍白年代。他后来据说陨落于7神联手。拉姆德古堡的初始年代已经不可考，但不会早于苍白年代。如果真有些联系，那居住在红烟囱房屋内的幕后黑手取走阿兹克先生孩子的头骨就有可以探究的地方了。当然，这也有可能是为北大陆诸国殖民南大陆找借口，毕竟那边主要信仰死神。因为没有别的发现，3位职业者并未停留太久，很快离开了诺阿家，开始处理另外2起疑似闹鬼的事件。同样的过程，同样的结果，他们很快就让小镇摆脱了死灵气息的困扰，但并未找到这一切的源头。途中，伦纳德询问过镇民，问最近几天是否有陌生人前来，得到了否定的答案。阿兹克先生没有来过，他应该是秘密抵达，又悄然离去，没人发现。确实谨慎。他说周3回廷根市区的意思是，即使我们不处理，那些鬼魂也会在这一天自行消失。克莱恩想着事情，跟随伦纳德和科恩黎回到了莫尔斯教堂的门口，而他们还能在变异的太阳盛辉下支撑1个小时45分钟。我们轮流看守，1个小时换一次。克莱恩忍耐住内心的激动，看了下天色道，争取能赶回廷根市区用晚餐。没有问题。伦纳德瞄了克莱恩一眼，低笑道，但为了保证安全，我建议2人看守，1人休息，依次轮换。克莱恩呆了一下，念头急转，微笑回应道，好啊，但这样我们就必须演算出一个最合理的轮换方式，谁先休息，接着是谁，最后是谁，每次要多少时间恢复，恢复多少。我认为得建立一个含有未知数的方程，以求得最优解，并与单人看守做出比较。有个效率函数那就最好了。我们先假设未知数是，停一下，
伦纳德碧绿的眼眸内尽是茫然和恐惧。既然这样，我们还是单人看守吧。轮到的那位就待在教堂内，他的范围足够大，当然得让斯艾尔教士他们去别的地方做客，剩下的2位则守在教堂外面，防止有人接近。这也是我的意见。科恩离发现自己一听到数学方面的问题就会头疼。好吧，克莱恩勉为其难地点头道，要是他刚才没能说服2位队友，那就只能尝试着像上次那样，用每个人都有特殊都有秘密来和伦纳德交易，付出一定信息换取他的离开。而现在问题彻底解决了。第162章，阳光猛烈，微弱的光芒从高处的狭小彩窗照入，让莫尔斯教堂内的昏暗多了几分可见。克莱恩西放礼帽，腿倚手杖，安静地坐在过道左侧第1排的椅子上，目视着前方的圣坛。那里没有供奉雕像，仅仅有一枚巨大的黑暗圣徽，其深黑为底，璀璨点缀，簇拥着刚好一半的绯红之月。圣徽后方的墙壁上开了一个又一个的孔洞，外界的阳光照射进来，凝聚为纯净的微缩的亮点，它们与周围近乎黑夜的环境连通，化身为了崇高的星空。不管黑夜女神还是永恒烈阳、风暴之主，所有正统的神灵都未曾留下具体的形象，供奉的、崇拜的只能是他们的象征。这似乎就是不可直视神的另一种表现。克莱恩任由自己的思绪发散，没急切的趁独自看守封印物30782的机会制造扬言符咒。他认为这种事情必须谨慎，必须耐心，必须等待。最开始10几分钟内，伦纳德和科恩离随时可能进来提醒某些注意事项。极端安静的氛围里，时间飞快流逝。克莱恩忽地回过神来，拿出有枝蔓花纹的银色怀表，啪地按开，看了一眼。过去20分钟了，他无声低语了一句，将半高丝绸礼帽和黑色镶银手杖放到旁边，起身走至圣坛附近相对隐蔽的角落。他先是正对着圣坛侧方，可以看见那枚巨大的黑暗圣徽和仿佛夜空投影般的神圣景象，就莫名的觉得心虚和不自在。于是转了过去，背对圣坛。紧接着，克莱恩取下戴在黑色燕尾服内侧的封印物30782，弯腰将这枚暗金色泽的古朴徽章放到了地上，看了眼那充满抽象意味的太阳符号。克莱恩又拿出一小节混合了檀香的蜡烛，将它摆放于封印物30782的正下方。这是他从永恒烈阳那里学到的2元仪式法，用与神灵密切相关的物品来直接象征它，用蜡烛代表自己。吸了口气，缓和了下略显紧绷的情绪，克莱恩又一件一件的拿出仪式需要的物品，包括一把刻刀、2枚薄薄的晶片、黑边太阳花、金边太阳花、白边太阳花混合萃取的太阳精油、金手柑粉末以及迷迭香粉末。做完这一切，克莱恩熟稔的用仪式银笔引导灵性流淌，绕着简陋的祭坛转了一圈，制造出无形的密封的墙壁。他蹲了下去，放好银笔，伸出右手，有灵性摩擦的方式点燃了象征自己的蜡烛。摇曳而昏黄的光芒里，克莱恩拿起太阳精油，往烛火滴了一滴。腾的一下，虚幻的迷雾蔓延，带着些许阳光的味道。燃烧好金手柑和迷迭香的粉末后，克莱恩拿着刻刀和晶片站了起来，后退一步，用古赫密斯语诵念道：永恒烈阳的血液凝视不灭之光，是秩序的化身，是契约之神，是商业的守护者。不灭之光、秩序化身、契约之神、商业守护者，都是永恒烈阳尊名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永恒烈阳的血液这个前缀，仪式就必须获得神灵的回应才能继续。那样一来，克莱恩怀疑永恒烈阳会认出自己就是那个直视他的不敬者，到时候伦纳德和科恩离进来只会看见一堆黑色的灰烬。而且仪式必须用古赫密斯语这个直接来源于自然的祭祀语言，只有无保护但效果出众的它才能让皱纹绕过永恒烈阳，指向变异的太阳圣辉。与此同时，因为是在窃取神灵的力量，克莱恩没法提前占卜事情是否会顺利，他认为那将让自己再次直面神灵，所以只能悬着一颗心，谨慎地念出后续咒文。我向您祈求，祈求您赐予我力量，赐予我完成扬言符咒的力量。永恒烈阳的血液啊，请将你的力量传递给我的符咒。金手柑啊，属于太阳领域的草药，请将你的力量传递给我的符咒。随着咒文接近尾声，克莱恩突然感觉眼前有什么东西亮了起来，那枚暗金色的古朴徽章绽放出了炽烈的光芒，就像降临于大地之上的太阳。克莱恩顿时陷入了极端的炎热里，
头发飞速变烫，似乎即将燃烧起来。他的双脚仿佛赤裸着踩在了正午阳光照射后的黄沙之上，脸庞和身体则被四面八方吹拂来的滚滚烈风一次又一次的冲刷打磨。这个瞬间，他觉得自己必须做点什么，将那燃烧般的力量引导并抒发出去，否则他将变成人肉蜡烛。几乎不需要思考，克莱恩抬起双手，在思绪滚烫如同热粥的情况下，依靠灵性与烈风的配合，遵循着本能的记忆和仪式的引导，开始用刻刀在晶片正反两面绘制象征符号，对应灵术、魔法标识和古老咒文。教堂之外，伦纳德正站在阴影里，躲避着午后的直射。忽然，他发现阳光一下猛烈了起来，就像7月初最炎热的那段日子一样。他眯起眼睛，望向天空，只见那蓝色的幕布没有一丝云彩，没有一点尘埃，澄净的让人赞叹。奇怪的天气另一边的科恩里也注意到了阳光的变化。伦纳德正在低笑回应，忽然侧了侧脑袋，他的眉头微微皱起，目光审视般望向了教堂。幸亏罗珊不在这里，否则他会抱怨阳光晒黑了他的皮肤。伦纳德收回视线，含笑说道。炽烈的阳光仅仅维持了几分钟，就逐渐暗淡了下去，一切又恢复了原本的样子。教堂内部，克莱恩的刻刀正落下最后一笔。随着那个象征光的魔法标识完成，晶片正反面的灵性豁然连成了一个整体，并内敛至金属的最里面。不，这更接近于神性了。克莱恩终于摆脱了滚烫和炽热，清醒地审视起掌中那2枚阳炎符咒。它们表面的黄金色泽已变得暗淡，花纹古朴而复杂，温暖润泽的感觉正一点点渗出，渗入克莱恩的皮肤。不错，我总算有较为厉害的底牌了，克莱恩无声感叹道。他为阳炎符咒设置的开启咒文是古赫密斯语里的光，我要光就有光。他自我调侃了一句，将阳炎符咒收入另一个口袋，没和沉眠、安魂和梦境符咒放在一块，因为那样会对后者造成影响，让他们的效果能够维持的时限减少。阳炎符咒的威能最少可以保存1年，甚至更久。克莱恩收敛思绪，将目光望向了地上那枚变异的太阳圣辉。见它表面没有变化，温暖与纯净的感受也依旧同化着周围，克莱恩彻底松了口气，飞快进行完仪式的收尾，解除掉灵性之墙。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有心思检查自己，发现贴身的衬衣几乎湿透了，脸部尽是汗水，头发边缘略有卷曲。还好，克莱恩欣慰叹息，收好物品，回到了原本的座位，累得坐着就睡了过去，直到被脚步声惊醒。他猛地睁开眼睛，下意识摸了摸阳炎符咒，确认它是否还存在。你的状态不是太好。进入教堂的伦纳德开口问道。克莱恩揉了下两边额角，起身笑道，因为快接近极限了。他拿出银色怀表，按开看了一眼，又道，正好轮到你看守封印物3到782分了。话音未落，克莱恩就取下了变异的太阳圣辉，坦然递给了伦纳德。目送他走出教堂后，伦纳德收敛住吊儿郎当的姿态，专注而认真地审视起封印物30782，表情渐渐变得迷茫，透出明显的困惑。轮流看守完毕，3位职业者踏上了回城的道路。在此之前，他们让斯迈尔教士随时注意小镇的状况，一旦再有一丝闹鬼的事情发生，立刻往圣塞琳娜教堂拍电报。晚上7点20分，他们终于抵达佐特兰街，上交了封印物30782。确认队长没发现异常后，克莱恩心情愉快地离开黑金级安保公司，抢在8点前回到家中。他掏出钥匙，打开房门，忽地看见了一道陌生的人影。这是位明显不到20的少女，穿着灰白色的陈旧衣裙，正在努力地擦拭餐厅。她黑发棕瞳，眼睛较小，鼻子不够挺，五官非常普通。谁？克莱恩先是一愣，旋即明白这可能是来时做家务的杂活女仆。这时，班森放低报纸，望向弟弟，微笑开口道，不让雇员准时下班的公司总是让人厌恶，但他给予的薪水能抚平这种创伤。克莱恩笑着回应道，等正义小姐的300磅到账，就把薪水提升到每周6磅的事情告诉班森和梅丽莎，让他们不用太担心家庭财政情况。克莱恩边想边靠好手杖，取下礼帽，走向客厅，压低嗓音道，你们选择好了。他昨天用那3位杂活女仆的资料占卜过，得到都适合的结论，于是将决定的权利交给了哥哥和妹妹。是的，贝拉、周星武、苏勒、
非常愿意也有那个能力学习烹饪。他希望以后能够成为家庭女厨师，那样他的周薪将翻倍。他的父亲是廷根市钢铁联合厂的工人，母亲是洗衣女工。班森轻笑回答道。其他2位女仆都信仰风暴之主，只有她是女神的信徒。我个人是不排斥风暴之主信徒的，但梅丽莎有点不喜欢。梅丽莎的态度不是不喜欢，更准确的描述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鲁迅说的。克莱恩回忆着妹妹一直以来的表现，脸上露出了笑容。班森没再多说，放下报纸，站起身道：既然你已经回来了，那我们就享用晚餐吧。第二天，克莱恩心情非常好的进入了黑金级安保公司。上午好，罗珊左右看了一眼道：老尼尔生病了，我们中午去探望他怎么样？老尼尔生病了？克莱恩诧异反问道：不会是弄纸屑的仪式造成了严重便秘吧？从他隐约知道了扮演法后的表现来看，突然生病也是有可能的。年纪大了，精神一脆弱，身体就多半会跟着出状况。罗珊用力点头道：是的，他找了人来向队长请假。克莱恩微微颔首道：那我们中午就去探望他。哎，说起来，老尼尔也很可怜，妻子过世的早，孩子也不知道在哪个城市忙碌，生病之后只能孤独的、无助的躺在家里。他这时回想起了第一次去老尼尔家里的事情。听到克莱恩的感叹，罗珊睁大了眼睛，愕然反问道：老尼尔什么时候结过婚？第163章，种种迹象。什么？克莱恩被罗珊的问题弄得呆了一下，略显茫然的回忆道：我之前去老尼尔家的时候，就是上个月，发现客厅内有一台钢琴。他告诉我，他过世的妻子很喜欢音乐。说着说着，克莱恩悚然一惊，莫名有了些不好的想法。罗珊皱起好看的眉毛，不太确定的说道：也许是我记错了，不对，上半年我和奥利安娜太太他们经常会去老尼尔家做客，那时候客厅里并没有钢琴。我清楚的记得我问过他为什么要一直保持单身，他的回答是没有遇到让他想要结婚的那位女士，上半年还没有钢琴。还在回答为什么保持单身的问题，克莱恩一下紧绷住身体，沉声问道：罗珊，你多久没去老尼尔家做客了？自从科恩里转成职业者，薇欧拉选择离开这里，不再做文职人员，我要么在熬夜，要么在补眠，哪有时间去别人家做客？6月初开始。罗珊被问得有些迷糊，只能老老实实的回答。克莱恩听得一颗心逐渐下沉，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他忙从衣兜里掏出一枚半便士面额的硬币，夹于拇指和中指之间。深吸口气，克莱恩斟酌了一下，迅速敲定了占卜语句：老尼尔现在的状况不对，老尼尔现在的状况不对。无声默念之中，他的眼眸飞快转黑，整个人都进入了冥想状态。他拇指弹动，让那枚黄铜色泽的便士飞上了半空，不断翻滚与旋转。啪！硬币落下，正好落在了克莱恩摊开的掌心。这一次，乔治3世的头像朝上，而头像表示正确，表示肯定。这意味着老尼尔现在的状况确实不对。克莱恩握住硬币，忽然想起了自己刚晋升大会，很快掌握住灵视，看见老尼尔背后有一双近乎透明的、异常冷漠的、没长睫毛的、诡异虚幻的眼睛。他当时的解释是一个仪式魔法残留的表征。对了，我还看见门口的阴暗处有一道接近无形的人影，他的气场颜色和周围昏黄暗淡的环境完全一致。还有，我彻底消化完占卜家魔药那次，暗中将灵视的开关改为了轻叩牙齿之后，我尝试了一下，并随意望向老尼尔，结果他突然剧烈咳嗽，咳得撕心裂肺。一幕幕场景闪现于克莱恩的脑海，让他的表情愈发的凝重。罗珊看了他一眼，又害怕又畏惧的问道：老尼尔不会失控了吧？不，他虽然又小气又吝啬，什么都想报销，但其实是个好人，很少真正生气，不会失控的。我无法确定，但我认为老尼尔只是接近失控。克莱恩宽慰了罗珊一句，快步通过隔断，推开了队长办公室的门。邓恩·史密斯正在喝咖啡，被突如其来的闯入者吓了一跳，险些呛到自己。出了什么事情？他没有责怪克莱恩，表情变得非常严肃。克莱恩相当简洁但毫无隐瞒的回答道：队长，我占卜出老尼尔的状况不对。上个月老尼尔告诉我，他过世的妻子喜欢音乐，但今天罗珊却说他一直保持着单身，而且
我刚成为非凡者那天，就看见老尼尔的背后有双虚幻诡异的眼睛在注视着一切，门口也有近乎透明的身影在窥探。他告诉我这是一世魔法残留的表征，我感觉不太对劲，于是尝试着占卜了一下。邓恩脸色沉凝的听完，唰的站起，边走向衣帽架，边疑惑问道：“你为什么不直接占卜老尼尔是否失控？”这1个月来，老尼尔表现的和正常非凡者没有区别，甚至还和我联手帮助斯维因清除了一位失控的带发者。我也好几次用灵视观察过他的气场颜色，发现他相对健康，只是有点衰老，所以我认为他只是接近失控，出现了一定的征兆，还有挽回的余地。克莱恩一口气表达出了自己的观点。邓恩戴上黑色礼帽，穿好及膝风衣，轻轻颔首道：“非常有道理的推测，我们现在去探望老尼尔，尽量避免刺激到他，然后尝试着控制他，用仪式魔法来稳定他的状态，遏制他的恶化控制。”克莱恩听到这个单词，忽然灵光一闪道：“队长，我们是否可以使用封印物3到611分？”他刚才一直在考虑怎么解决老尼尔的事情，想尽量挽救对方，但因为太过慌乱，太过不安，太过担忧，始终没能找到头绪，直到被邓恩·史密斯的话语点醒，才想起有那么一件封印物能派上用场。编号0611，名称安静发丝，危险等级3分，有一定危险，需小心使用。只有3人及以上的行动才能申请保密等级，职业者正式成员及以上封印方式，不与活着的生物直接接触。描述：这是由许多根深黑色长发缠绕成的简单饰品，只要无保护接触到它，所有活着的生物都会失去全部的欲望和情绪，包括但不限于饥饿、愤怒、悲伤、痛苦、嫉妒、羡慕、憎恨、开心、满足和贪婪等。经过确认，受到影响的生物就连与0611脱离接触的欲望也会消失，他们会安静地待在原地，一直待到生命的尽头。如果有外力使受影响者和0611脱离接触，那前者会逐渐恢复正常，但实验数据表明，这一切成立的条件是接触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一旦接触时间超过2个小时，受影响者会永远的安静下去。实验对象最高等级是序列5，可以用戴手套等方式避免直接接触。这些发丝不具备活着的特性，没有试图逃脱封印的趋向。附录：这些发丝出现于一起晋升失败的事件里，是某位职业者队长未能成功跻身序列6的遗物。听到克莱恩的话语，邓恩挥眸幽深地点了下头。非常棒的提议，我差点忘记3到611分了。你去娱乐室找洛药，我到查尼斯门后取出封印物，回来再补申请，就该这样，不能浪费时间。克莱恩没有耽搁，当即来到职业者娱乐室，将很少有表情的不眠者洛药喊了出来。是什么任务？黑发顺滑如同绸缎的洛药平静问道。克莱恩吐了口气，略显沉重的回答：探望老尼尔，探望老尼尔。洛药的眼睛一下睁大，有了某个不好的猜测，还不确定。克莱恩微微点头道。洛药没再说话，两人同时陷入了沉默，周围的空气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一点点凝聚，再变得沉重。就这样过了几分钟，邓恩终于从地底归来。他戴着黑色的手套，抓着一丛凌乱交缠着的漆黑头发。和变异的太阳圣辉相比，安静发丝并没有明显的外在异常，如果他掉在马路上，很容易就会被人忽视。叫上车夫希泽尔后，一行4人踏上了前往老尼尔家的路程。车轮滚过刚下了雨的泥泞道路，车厢内比半夜还要安静。不知过了多久，邓恩才叹息着开口道：老尼尔年轻的时候其实有过一位即将订婚的情侣，但他突然生了重病，难以医治。老尼尔冒着外泄非凡者秘密的风险，尝试着用仪式魔法拯救他，可却依然没能成功。那时候的老尼尔在神秘学领域只是刚入门。据资料记载，那时候的职业者们都警惕着老尼尔会因此失控。让人庆幸的是，他最终找回了理智，没有表现出异常，希望这次也是虚惊一场。克莱恩忍不住在胸口画了个绯红之月，低声祈祷道：愿女神庇佑他。邓恩和洛药也跟着做出同样的动作。愿女神庇佑他。天空逐渐明亮，阴暗的云层彻底消退。职业者小队的马车停在了老尼尔那幢独栋房屋的前方，让希泽尔赶着马车躲到远处后，邓恩收敛住情绪，一手持杖，一手握着封印物30611，灰眸幽邃的走向了正门。克莱恩压了下半高丝绸礼帽，和洛药一块跟在队长身后。
穿过了种着玫瑰和金薄荷的花园。抵达门口之后，克莱恩上前一步，拉动了那根连接着屋内铃铛的绳索。叮叮当当，清脆悦耳的铃声回荡在了房中，打破了沉凝般的安静。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克莱恩连续拉动了几下，礼貌后退，没再尝试。三位职业者耐心的等待了几分钟，但始终没听到有人前来开门的脚步声。也许老尼尔去看医生了，并不在家。克莱恩挤出一抹笑容道。他话音未落，屋内突然传来一阵悠扬的旋律，那是钢琴奏出的美妙乐章，那如同月色下蒙着一层轻纱薄雾的安宁湖泊。邓恩的表情顿时变得异常严肃和凝重，克莱恩的心也沉到了谷底。他正在做一次占卜，忽地看见正门下方的缝隙里有秘密的水流涌出。这水流先是透明纯净，继而染上了赤红，鲜血一般的赤红，浓郁到极点的赤红。第164章，可怜虫。鲜血的颜色映红了克莱恩的眼眸，映红了他近乎凝固的视线。就在这时，屋内突然传出轻咳的声音，老尼尔沙哑着嗓子道：“邓恩，你们来做什么？”邓恩的灰眸幽深到了极点，他用醇厚的嗓音不急不缓地回答道：“听说你病了，我们来探望你。”屋内一下变得安静。过了几秒，老尼尔愤怒又惶恐地嘶喊道：“不，你在撒谎！”不等克莱恩等人开口，他的语气豁然变得软弱。“是的，我知道我的状态有点不对劲。”老尼尔。克莱恩猛地闭了下眼睛，而门缝里渗出的血水并未停息。紧跟着，老尼尔拔高了嗓音道：“但一直以来，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也没有想过去伤害谁。我没有出卖过职业者的重要秘密，我最多就是报销一点不应该报销的费用，我真的没做过坏事。”克莱恩他忽然像往常那样喊了一声：“我告诉过你，窥密人的格言是为所欲为，但无伤害。我始终坚持着这句话，宁愿忍耐，宁愿等待，也不会去做伤害到别人的事情。”说到这里，他害怕的恳求道：“邓恩、洛耀、克莱恩，你们回去吧，回去吧，等明天，我就能恢复正常了。我发誓，向女神发誓，我不会去伤害别人，真的。”邓恩闭了闭眼睛，语气非常柔和的问道：“你究竟想做什么？你一直在尝试什么？”老尼尔先是茫然，接着充满憧憬的述说道：“我在尝试复活莎莉斯特，邓恩，我已经找到了办法，我走在正确的路上。你应该听说过，我当初在举行仪式魔法的时候犯了个错，没能治好他的疾病，没能拯救他。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的神秘学掌握的不够好。而现在，我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去完成那一切。真是遗憾啊，我竟然没能从窥密人的格言和戴笠的势力里得到启发，错过了最好的机会。如果我是高序列强者，事情将变得非常容易。”说着说着，老尼尔带上了几分哭腔：“不，我不能再放弃了。邓恩，你们回去吧，回去吧，我求你们了。”克莱恩咬紧了牙关，听到队长嗓音略有波动的问道：“你打算怎么复活莎莉斯特？”老尼尔一下变得兴奋：“我会用生命炼成的方式，为他准备一具不会衰老的身体。邓恩，或许你不知道，大地母神教会的序列4就擅长生命炼成，通识者途径的对应序列也勉强可以办到。我将借助神灵的恩赐来完成，然后我会从灵界召唤来他的灵魂，并祈求神灵的帮助，让灵与肉重新合一。是不是很棒的想法？”邓恩强行上翘嘴角道：“是的，非常棒的想法。老尼尔，让我们进去吧，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邓恩，你还是不愿意放过我吗？”老尼尔哀求着说道。“回去吧，你们回去吧，明天我就能恢复正常了。真的，邓恩，我发誓不会再偷拿你的咖啡豆了。克莱恩、洛耀，我发誓不会再让你们配合我报销不太应该的费用，真的。”克莱恩和洛耀略显模糊的视线里，邓恩低下了头，旋即抬起道：“老尼尔，你误会了，我们是来探望你的，你是我们的同伴，你生了病，状态不对劲，我们肯定会来探望你。开门吧，让我们看一看，让我们放心，只要你真的没什么大问题，我们立刻就回去。你知道的，最近的任务特别多，我们一边要监控疯人院，一边又要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老尼尔迟疑了一下道：“我真的没什么大问题，真的，明天就能恢复了。”从正门缝隙里渗出的血红水液沿着台阶流到了石板路上，流到了花园泥土里。“老尼尔，我们认识15年了吧？
搭档过的任务不知道有多少起，我很关心你，很担忧你，必须要亲眼看一看你才能放心。邓恩嗓音醇和的说道。那好吧，老尼尔嘟囔道，我真的没什么问题。吱呀一声，正门缓缓敞开，克莱恩快速抬手抹了下眼睛，让视线恢复了正常。然后他看见门厅的地毯上布满了血色的、粘稠的、长毛的液体。目光前望，逐渐上移，他发现客厅的地板、天花板、圆桌、钢琴和椅子之上也全是恶心的、粘稠的、血色的，有密密麻麻黑色短毛的液体。老尼尔花白的头部吊在半空，通过粗壮的粘液与天花板相连，额头和脸颊则分别长出了一对眼睛，冷漠的、没有睫毛的眼睛。钢琴的按键在自行跳跃着，奏出美妙而悠扬的旋律。邓恩，你看，我真的没什么大问题。老尼尔笑容灿烂的说道。洛耀、克莱恩，你们也这么认为，对吧？他一张开嘴巴，克莱恩就看见里面流淌着粘稠的、血色的、长着黑色短毛的液体。邓恩灰眸闪烁了一下，状似平常的闲聊道：老尼尔，你从哪里学到的生命炼成和复活仪式？老尼尔激动的回答道：我听见的，我试过前面的部分，确实是真的，这是神灵的恩赐。他不断在我的耳边讲述着，描述着，他是。老尼尔的声音一下卡住，十几秒后才又茫然又恐惧的说道：他是隐秘贤者。隐秘贤者，那不就是摩斯苦修会信仰的那位非人格化神灵吗？而这个神灵后来活了，带来了邪恶和堕落。摩斯苦修会掌握着完整的窥秘人序列。克莱恩心中一动，想到了很多。提到隐秘贤者，老尼尔似乎终于清醒了过来，茫然的环顾四周，打量着一切。难以描述的沉默里，他六只眼睛同时望向邓恩，苦笑开口道：原来我已经变成了怪物。不等邓恩他们回答，老尼尔突地露出慌乱的、讨好的、畏惧的、胆怯的笑容。让我离开吧，我会进入深山，不再出现，我不会伤害到任何人，我只安静的尝试我的仪式，真的，放我离开吧，求你们了，求你们了。而就在这时，克莱恩只觉眼前有什么虚幻的事物破碎了，紧接着老尼尔那四只冷酷的、没有睫毛的眼睛闪过幽暗的光芒，牢牢锁定了邓恩，他的表情随之变得漠然。你在拉我进入梦境？不，没有用的，我的眼睛能看穿这一切。布满天花板、地板和墙壁的血色粘稠液体开始了蠕动，就像一位巨人张大了嘴巴，试图将克莱恩等人全部吞进去，而老尼尔的头部则变得模糊，如同重重幻影的叠加。克莱恩没慌乱地拔出左轮，而是将手探向衣兜，打算使用沉眠符咒。忽然，他看见一切又平静了下来，那些血色的、粘稠的、长着密密麻麻黑色短毛的液体安宁的仿佛无风吹过的湖水。老尼尔失去了冷漠、冰凉、憎恨、渴望等表情，变得安然而恬静。不知什么时候，邓恩已经将封印物30611丢了出去，丢进了那堆血色的粘稠液体里。老尼尔额头和脸颊上那四只没有睫毛的眼睛缓缓合拢了，似乎缺乏睁开的欲望。凡是无保护接触到安静发丝的生物，都将变得安静，失去所有的动力，直到生命的尽头。邓恩、克莱恩、洛耀齐齐拔枪，瞄准了对方的头部。这个时候，老尼尔脸上露出了极端害怕、竭力挣扎的神情，强烈的求生欲望竟些微战胜了封印物30611的影响。那四只额外的眼睛消失了，他眼角和嘴边的皱纹是那样的深刻，头发是那样的花白，暗红的眼眸则略带着浑浊，就像克莱恩第一次看见他时的样子。邓恩，你还记得我曾经救过你吗？洛耀，你还记得我帮助你挽回了家人的生命吗？克莱恩，你还记得我每天都教导你神秘学吗？还记得我们讨论怎么报销费用的事情吗？还记得我给你弄手磨咖啡吗？还记得我们一起对付失控的带法者吗？一声声虚幻般的哀求钻入了克莱恩的耳朵，让他握住左轮的右手出现明显颤抖，让他感觉扳机是那样的难以扣动。砰砰，两枚银色的猎魔子弹飞了出去，一前一后的扎入了老尼尔的头部。克莱恩看见那张异常熟悉的脸庞，露出绝望的神情，看见他的头盖骨被掀了开来，看见血红与乳白向着四面八方飞溅出去，周围粘稠的血色液体开始收缩，安静的倒流回老尼尔掉落到地上的脑袋附近。邓恩和洛耀则同时低下枪口，陷入沉默。
克莱恩默然看着这一切，看着老尼尔的尸体最终变成了一团糜烂的血肉，看见血肉里有一对痛苦的、暗红的、晶莹的眼珠。他只觉这一切更像梦境，不敢相信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就这样结束了。他木然又无言地看着邓恩上前2步，看到了队长略微佝偻的背影。身穿黑色风衣的邓恩望着前方老尼尔的尸体，自言自语般沉声说道：“我们是守护者，也是一群时刻对抗着危险和疯狂的可怜虫。”第165章，墓志铭。我们是守护者，也是一群时刻对抗着危险和疯狂的可怜虫。邓恩的话语回荡在老尼尔的房屋内，回荡在露出腐蚀痕迹的地板、墙壁和天花板之间，回荡在克莱恩的脑海与心灵中。之前从没有任何一个时刻能让他比现在对那句话更印象深刻。他觉得自己也许一生都无法忘记这种感受，哪怕将来回到地球。几乎凝固般的气氛里，邓恩走向老尼尔的尸体，半蹲了下来，从黑色风衣上侧口袋里拿出一条白色的手帕，覆盖在那对暗红的、晶莹的、痛苦的眼珠上。就在这时，克莱恩眼角余光看见钢琴的按键停止了自行的跳跃，那里隐约浮现出一道近乎透明的身影。早在门外就开启了灵视的克莱恩一下怔住，他之前竟然完全没有发现这个奇怪的灵，是受到了老尼尔精神的干扰，还是被他失控后自带的能力影响？克莱恩看着那道接近无形的身影飞快蒸发，彻底消失在了自己眼中，隐约明白了点什么。沉重压抑的感受里，他听见队长吩咐道：“你们仔细搜索老尼尔的家，寻找可能存在的线索。”好的，克莱恩刚一开口，就被自己的声音弄得呆了几秒，那是如此的沙哑，如此的低沉，就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好的，洛要跟着出声回答，他的嗓音状况和我差不多，2个鼻孔都被堵塞了一样。克莱恩望了眼这位从来没什么表情的女性队友，仿佛第一次认识她。他将手杖放入门厅的伞架上，绕过封印物30611，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入客厅，上到2楼，一间卧室一间卧室的寻找线索。老尼尔会定时请短期雇工来清理房间，所以这里并没有大部分单身汉特有的杂乱，一切整齐有序，似乎存在着一位真正的女主人。半个小时后，克莱恩在老尼尔的卧室书架上找到了一些手稿，上面凌乱记载着某些奇特的、诡异的仪式。生命炼成需要的材料包括精灵之泉苏尼亚岛金色泉的泉水100毫升，新水晶50克，黄金半磅，燃素5克，赤铁矿30克，以及大量的活人鲜血。在活人鲜血的下方，老尼尔注释了一句：可以考虑抽取我自己的，一次一次积攒，用仪式魔法保存。可以考虑抽取我自己的。克莱恩闭了下眼睛，手指将草稿捏得皱了起来。周4上午9点，月亮石，拉斐尔墓园。克莱恩穿着纯黑的正装和衬衣，拿着镶银的手杖，安静地立在墓园的一角。他的胸前口袋位置塞了一条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色手帕，掌中则握着把肃穆清幽的深棉花。此时，邓恩、弗莱、伦纳德和科恩黎抬着装有老尼尔尸体的黑色棺材，一步一步走到了墓碑前方，沉默着将它放入挖好的墓坑里。看着黄褐色的泥土一铲一铲的往下覆盖，身穿黑色长裙、头戴白色小花的罗珊小声抽泣了起来。谁能告诉我，这都是真的吗？为什么要失控？为什么要服用魔药？为什么要成为超凡者？为什么要有怨魂？为什么要有怪物？为什么不能有更加安全的办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克莱恩默然听着，直到老尼尔的棺材被泥土掩盖，直到他存在的痕迹都深埋于墓。愿女神庇佑你。他在胸口画了个绯红之月，然后上前几步，弯腰将手中的那束深棉花放到了墓碑前。愿女神庇佑你。邓恩和弗莱等人同时在胸口顺时针点了4下。克莱恩抬起头，直起腰，看见了墓碑上的黑白照片。老尼尔戴着他那顶古典的黑色软帽，裸露于外的头发斑驳花白，眼角和嘴边皱纹深重，暗红的眼眸略显浑浊。他是那样的平静，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恐惧。照片的下方铭刻着一行墓志铭，这来自于老尼尔在最近日记里写下的内容。如果不能拯救他，那就去陪伴他上午的凉风徐徐吹过，拉斐尔墓园的清冷、安静和漠然感染着在场每一个人。中午时分，克莱恩拿着队长签字的单子走向了武器库。他推开半掩的门，看见留着浓密黑须的布莱特坐在桌子后方。克莱恩明显怔了一下，接着才将申领单递过去。
50发普通子弹说话的同时，他目光扫过了桌上那个香银锡罐，鼻端仿佛闻到了香浓的手磨咖啡味道，耳畔似乎又听见了那些隐含笑意的话语。可为什么要等到有了额外的钱再去？你可以写申请给邓恩，让他批准费用啊。布莱特看了眼克莱恩的表情，叹息道，我能猜到你的感受，我自己也不敢相信老尼尔就这样离开了我们。有的时候，我甚至觉得这可能是队长营造的一场梦境，这或许就是很多职业者的宿命。克莱恩苦笑回道，经过这件事情，他心底对隐瞒扮演法的教会高层多了不少失望与怨恨，希望这样的悲剧越来越少，愿女神庇佑你们。布莱特在胸口画了个绯红之月，拿着申领单起身走进了后方的武器库。砰砰砰，火药的味道弥漫于周围，克莱恩发泄般的射击着面前的靶子，直到黄铜子弹消耗完毕，他才收拾自己，乘坐五轨公共马车来到格斗老师高文的家中。他自虐般的进行着一组又一组的练习，直到被高文叫停。格斗练习不是用来伤害自己的，高文用略显浑浊的暗绿色眼眸盯着克莱恩，沉声说道，抱歉，老师，我今天情绪不太好。克莱恩吐了口气，略微解释了一句，出了什么事情？高文平淡不见波澜的问道。克莱恩想了想，简略回答道，我有位朋友突然去世。高文沉默了几秒，抬手摸了下开始斑驳的金色鬓角，语气飘忽的说道，我曾经在5分钟内失去了325位朋友，其中至少有10位是可以将后背交给对方的那种。克莱恩有所恍然的叹息道，这就是战争的残酷。高文瞄了他一眼，忽地自嘲一笑道，最残酷的是，我永远没办法为他们报仇，没办法完成他们的心愿，永远没有办法。而你还有这样的机会，虽然我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知道你还年轻，你还有很多的机会。克莱恩蓦然一震，忽地吸了口气，打起精神道，谢谢您，老师。高文轻轻颔首，不见什么表情的说道，休息10分钟，然后将之前的练习重做10组。克莱恩一下竟不知该用什么表情来应对。周五上午，职业者娱乐室内，克莱恩、西加、特昂和弗莱分别坐在圆桌四周，但并没有玩牌，一个看报纸翻杂志，一个望着凸度窗外发呆，一个拿着钢笔想要书写什么，却迟迟落不到纸上。房间内是那样的安静，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玩笑，气氛近乎沉凝。呼，克莱恩吐了口气，放下报纸，打算将注意力集中到各种资料的阅读上。就在这个时候，邓恩·史密斯敲门进来，环视一圈道，克莱恩，你出来一下，什么事情？克莱恩隐有些预感的站起身，跟着走出了娱乐室。邓恩立到通往地底的阶梯口，转身望了他一眼道，圣堂的人来了，考察我的人来了。克莱恩的精神一下紧绷，